Hello， 大家好，我是三位。那么今天也是给大家继续更新一期 PSV 的游戏推荐。那么由于已经开学的缘故，所以这个系列会保持周更，希望大家体验一下。那么本期第一款游戏就是 PSV 独占的这款《自由战争》。游戏设定在近未来，世界一片荒芜，任何生物都无法在外界生存。玩家将作为被判处100万年有期徒刑的罪人，为了减少刑期，争取自由而战。游戏作为 PSV 中共斗游戏的第一梯队，有着极为出色的战斗手感、丰富的怪物配置以及玩家各种的攻击手段。游戏特别强调人物与怪物的互动，本作所特有的荆棘系统可以让玩家对怪物的行动直接产生控制。荆棘平时缠绕在救人的左手腕上，释放后可以实现多种不同的功能。游戏虽然本身没有跳跃的设计，但是可以通过荆棘击打墙面或者远处的地面，实现快速移动、跳跃等特殊的移动方式。在掠夺者对战中，向 BOSS 特定位置发射荆棘后，玩家可以选择将其拉倒，给予同伴制造攻击的机会，或者飞身依附到 BOSS 身边进行直接攻击。此外，荆棘还可以从远处回收资源，或者复活不能战斗的同伴，可谓用途是极其的多样化。自由战争中的附属终端是一种与怪物猎人系列中的随从猫很相似的存在，但与其不同的是，附属终端在剧情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当所有玩家同时进行组队参战时，场上会有最多8名角色同时参与战斗，场面会十分热闹。附属终端大部分装备与玩家是通用的，包括远程、近战以及战斗和恢复道具。远程武器分为普通攻击与瞄准模式，近战武器则有强、弱攻击以及蓄力攻击等多种攻击方式。战斗和回复道具主要用于战斗的辅助。玩家初始状态可以同时装备2种武器，游戏中一共有6大武器种类，通过武器的组合，玩家可以打造出最适合自己的战斗风格。自由战争是一款风格独特的宫斗游戏，无论是剧情还是系统，本作都与现有的宫斗游戏有着较大的差别。对于喜欢逃鬼传、怪物猎人或者是噬魂者风格的宫斗游戏玩家，自由战争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本作由 PSV 独占，并且没有续作，那么这边也是给出了0到10分，不知道自由战争会在你心目中给出多少的高分呢？本期第2款游戏《女神异闻录4》黄金版。《女神异闻录4》黄金版是于2008年7月10日在 PS2 平台发售的角色扮演游戏《女神异闻录4》为基础，追加了新要素并且改良了部分系统以后，登陆于 PSA 平台的加强版游戏作品。本作传承《女神异闻录》系列一贯的高水准剧情，而且配有时不时的动漫演出，观感十分到位。本作的主题为黄色，讲述了主人公为了解决在一个乡村小镇中发生的离奇连续杀人事件，同时也是为了自己的未来，与同伴们组成了自称特别搜查队，在名为深夜电视的神秘世界中展开冒险的奇妙物语。女神异闻录系列从3代正作开始，就对游戏的整体风格以及玩法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动。这些改动在女神异闻录4黄金版推出时，已经形成了一套完善且独具特色的体系。后续推出的神作《女神异闻录5》基本就是沿用了这套成熟的模式，才得以成为近年来最受欢迎的 JRPG 游戏。也是因为如此，对于已经熟悉《女神异闻录5》玩法的玩家来说，接受《女神异闻录4黄金版并不是一件难事。玩家可以在《女神异闻录4黄金版流程中找到许多和《女神异闻录5》相同的要素，上手自然会非常的轻松。而对于初次接触这个系列的玩家来说，《女神异闻录4黄金版将会是一款非常慢热的游戏，它的各种玩法将会稍显复杂，需要通过前期数小时的流程进行适应，才能逐渐摸清其中的门道。而一旦理解了这些玩法的设计意图，那么玩家自然也就不能体会到这个系列的魅力所在。不过要注意的是，本作原本出自于 PS2 平台，画面相较于现在有些过时，并且 JRPG 的玩法非常挑人。那么这边也是推荐大家先去玩《女神异闻录5》，之后再来重温这款《女神异闻录4黄金版》。《女神异闻录4黄金版》是一款优秀的 JRPG， 它讲述了一个悬念环生的故事，塑造了一帮魅力十足的角色。虽然是个画面和玩法有着强烈年代感的老游戏，但仍是一部值得体验的经典之作。这部作品目前已经移植到了 PC 平台，想体验更棒游戏氛围的玩家可以在 Steam 中购买。那么这边依旧是给出这款游戏0到10分，请大家把自己心目中的分数打在弹幕上。本期第3款游戏《索尼克全明星赛车变形》。这款游戏在 PSV 中的地位相当于任天堂的马里奥赛车。本作的 PSV 版移植没有阉割掉任何的游戏内容，不过帧率与画面有了一定的程度的阉割。经典游戏场景赛道、动听的音乐、丰富的游戏内容，本作并不仅仅是向过去世嘉的荣光致敬，更是成功的获得了独自的魅力，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做出了足以比肩马里奥赛车的赛车游戏。虽然游戏有很大的个人特色，可惜还是活在马里奥赛车的影子之下。想必经过 MD 时代的玩家一定不会忘记那只音速小子索尼克和他的好友双尾狐狸塔尔斯。作为电玩史上最出名的几个经典角色之一，这只蓝色的刺猬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世嘉的形象代表，就像马里奥代表了任天堂的企业形象。但是相比那个干劲十足的水管工大叔，
总被用来对抗的音速小子似乎总是被压在下面，就连这款索尼克全明星赛车都被扣上了疑似山寨版马里奥赛车的帽子。虽然它的确有自己的特色，但不得不承认，索尼克全明星赛车变形很大程度上的模仿了马里奥赛车。本作在前作的竞速基础上加入了革命性的变形功能，玩家可以将交通工具从碰碰车变成飞机或小船，以克服竞赛过程中的飞行或者水面赛道的变化。全新的3种自动变形模式绝不是一层简单的华丽外皮，在不同环境下运用不同的操作和战术才能战胜强大的 AI， 这也是本作的玩点之一。不过本作的缺点也很明显，过分强调道具要素，使得单纯的竞速变得鸡肋化，让人不得不有一种虽然没有其他娱乐赛事游戏差，但也不比其他游戏强到哪去的感觉。本作依旧是给出0到10分，请大家把它在你心目中的分数打在弹幕上。本期第4款游戏《伊苏8》，本作是 PSV 平台首发的《伊苏8》原版，剧情舞台设定在伊苏5到伊苏6之间。游戏由于格里克南方的盖特海上的一座浮岛塞连岛为舞台，讲述了因意外而漂流到被永远诅咒之岛的亚鲁特的冒险故事。一般一款 ARPG 的流程不会太长，在此之前这系列如果想一周末通关的话，大概也就是20小时左右的流程。但是这次伊苏8如果深入游玩的话，一周末会用时将近50小时左右。这对于一款掌机 RPG 游戏来说，已经是相当惊人的时长了。更重要的是，这50小时的游戏体验里，玩家几乎不存在重复劳动，不需要玩家花费大量时间打怪升级，仅仅只是不断探索新的场景，不断推进剧情，做一些要素收集。本作游戏地图比一速出海的要大上许多，读盘时间令人十分满意。此外，游戏迷宫的探索也有比较大的变化，与前作一样，玩家在获得不同冒险道具之后，就能达到一些平时去不了的地方，例如攀爬藤蔓和潜水。伊苏的战斗系统一直是最大的卖点，本次伊苏8同样继承了系列的爽快感，可以看作是树海和东京迷城融合之后的再度进化。本作的画面与帧数在 PSV 上表现都比较优秀，伊苏8算得上是一款良心的 RPG 作品，算是在 PSV 上非常值得一玩的游戏。喜欢 RPG 的玩家都应该去尝试一下本作，本作会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那么伊苏8依旧是给出0到10分，请大家把它在你心中心仪的分数打在弹幕上。本期最后一款游戏《最终幻想10-2》，《最终幻想10》与《最终幻想10-2》都是我非常推荐的游戏。在这之前，我已经做过《最终幻想10》的开箱评测。本作是 SE 首次在《最终幻想》系列推出的一款续作，它属于《最终幻想10》的正统续作，而非资料片。本作作为整个系列第一款续作性质的外传作品，也是史克威尔与艾尼克斯合并前的最后一作。本作的展开方式与《最终幻想10》本片有着很大的区别，采用了一种十分特殊的任务制，玩家在一开始就能自由探索地图上很多地点，并且选择各类任务自由去完成。本作共5个章节，每个章节里只有少数任务对剧情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也就是说，玩家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游戏喜好。战斗方面，本作回归了传统的 ATB 半即时系统，魔法的吟唱、道具的使用以及特殊技能的释放都需要消耗一定的等待时间。和前作相比，变化是相当巨大，但也不至于大到让人无法适应。除此之外，转职这一最终幻想的经典元素也在本作中回归。玩家在探索过程中可以获得许多职业，这些形形色色的职业构成战斗过程中的核心思路，让战斗非常具有观赏性。虽然是一款续作，但是本作游戏本身的口碑和品质还是受到了市场的认可。本作虽然与《最终幻想10》本片的气氛大相径庭，但仍不失为一款高品质的3A 级日式 RPG。本作也是我在 PSV 里力推的游戏之一，那么也是给出了0到10分，请大家把它在你心中的心仪分数打在弹幕上。好的，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如果喜欢我的视频的话，不妨一键3连加一关注支持一下，我也会在后续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游戏推荐。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我是3位，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不要忘了一键3连哦。